虽然不能出国，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成为一个数字美国移民。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美国的数字移民，以及成为一个美国数字移民所需要做哪些准备？我们可以申请美国的电话卡、银行账户、信用卡和住宅地址。此外，还可以积累美国的信用记录，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只要按照我的方法进行操作，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能成功的成为一个美国的数字移民。肖申克的救赎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男主角安迪最终获得了重生，这主要是有2个原因。首先，虽然他在监狱里面遭受了很多的挫折和痛苦，但始终保持着希望。其次，他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新的身份，一个虚构的美国人。尽管这个人从未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但却有着社会安全号码、出生证明、驾照、信用记录以及签名，因此安迪才能在越狱后无缝地变成他所创造的那个人，开始新的生活。我想这应该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那些只存在纸面上的东西会有如此大的魅力。相信很多在国内生活的人，在某些时候都想离开中国，去寻找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但很多时候又面临着不得不留在国内的情况。因此，肉身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现实。但是虽然不能出国，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成为一个数字美国移民，可以让我们尽管身在千里之外，仍能享受到美国的服务和福利。我们可以申请美国的电话卡、银行账户、信用卡和住宅地址。此外，还可以积累美国的信用记录，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这样，如果以后有机会前往美国，我们就不必从零开始。在美国，信用记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信用记录，生活的很多基本需求都会受到影响。例如，如果在美国租房的时候没有信用记录，或者信用记录很差，可能就会遇到房租比较高，或者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另外，如果想要贷款购买车辆或者房屋，也是必须要有一个不错的信用记录，才能够拿到利率比较低的贷款。另外，就算我们不去美国，有了上面这些东西，我们也可以享受到美国的各种服务。比如说，美国的手机卡可以用来注册 PayPal、推特、YouTube、Google 账户，享受这些大公司的服务。美国的私人住宅地址可以接收美国的各种信件包裹。美国的信用卡可以让我们购物畅通无阻。比如说这段时间大火的 ChatGPT Plus 的购买，就必须要有美国的信用卡。而且美国的信用卡的积分回馈一般都是很厚道的，积分可以兑换酒店、机票。我自己也是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白开始，通过3年的摸索和实践，逐渐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验。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能够成为一个美国的数字移民，以及成为一个美国数字移民所需要做哪些准备。只要按照我的方法进行操作，只需要3个月的时间，就能成功的成为一个美国的数字移民。数字移民的第一步是获取一个美国的实体电话号码。电话号码是我们进行所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我们注册邮箱、银行账户和信用卡，注册美国的私人住宅地址，都需要提供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现在市面上的美国号码主要有2种，一种是 Google Voice 或者徕卡等虚拟运营商的号码。这些虚拟号码的优点是获取非常简单，并且资费非常便宜，但是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因为它是虚拟运营商，所以风险评级一般都比较低。我们用这些虚拟号码去注册银行账户等服务时，可能会被直接拒绝，也没有办法接收到这些平台的验证码，所以并不推荐虚拟号码。与虚拟号码不同的是，美国的实体运营商的号码一般是由美国的大型的电信公司运营的。目前在国内可以长期使用的成本最低的美国实体电话卡，推荐 PayGo。这是一张美国 T-Mobile 网络的手机卡，无论是用这张卡来注册各种网络服务，注册银行、邮箱、私人地址，还是接收短信验证码，全部都是畅通无阻，可以顺利的进行的。这张卡的月租只需要3美元，折合人民币20元左右，比起国内运营商的套餐还要便宜。此外，每个月还赠送100分钟通话和100条短信，这些免费用量足以满足我们接收短信验证码和银行信息的需求，或者偶尔拨打客服电话也是够的。
我自己持有这张卡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使用非常稳定，整体使用下来体验非常好。如果需要这张卡，可以在购物平台搜索配购美国手机卡，或者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购买。有了电话卡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申请一个美国的住宅地址。关于美国地址，之前大家可能接触到最多的美国地址就是转运地址。转运地址一般是适用于我们海淘购物的时候使用。比如说我在美国亚马逊上去购物，我的收货地址就填写一个美国的转运地址。这类美国转运地址一般是一些美国的公司，它租了一个很大的仓库，然后我们在购物的时候，收货地址一般首先是填写仓库的地址。仓库的地址填写完成之后，然后再去附加一个识别我们个人身份的一个虚拟编号。这类地址的话，一般去用于海淘购物是可以使用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想去收一些私人的信件，或者是去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去申请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这个地址是不可以用的。因为首先转运地址它是一个商业地址，在银行方面，如果说开户的时候我们填写的是商业地址的话，银行一般会直接去拒绝申请。另一方面，作为转运公司这边，如果收到了银行寄来的账单，那么他们也是会直接去拒收掉的，不会帮我们去转运到国内。所以说一个私人住宅地址就非常重要。那么私人住宅地址是个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自己用的是美国私人住宅地址是 Anytime Mailbox 提供的服务，他们的地址一般是由房东用他们自己家的地址，然后这个地址又会被划分为很多的单元和房间，比如说201、301、401这样的，然后用来出租出去。我们就可以用来租这个地址的一个房间来接收自己的信件和包裹。但是这个地址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租得到的，我们在租地址之前必须要经过美国邮政局的1583公证。美国邮政局规定，所有的邮件接收代理商在开展业务的时候必须提供客户的1583表格，如果不提供就不能给我们开美国的私人地址，这个是硬性的法律规定，是无法避免的。有小伙伴会问，那为什么我注册的海淘转运地址就不用提供呢？因为这类地址都只能接收包裹，无法接收邮政信件。反过来就是说，如果你想接收金融机构或者其他的信件，必须填写1583表格给美国邮政局审核。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经过会计师公证，来用自己真实的身份租这个地址。这也是为了防止有人用这个地址来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房东还有住宅地址提供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至于如何在 Anytime Mailbox 上面租地址，以及如何进行1583公证，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视频教程，或者直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有了这个私人地址之后，我们可以用来做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用它来申请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申请美国的个人税号，甚至网络上有小伙伴用这个私人地址来注册美国的公司。总结起来就是说，有了这个私人地址之后，我们就相当于在美国有了自己的一个住所，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去进行更深一步的活动。接下来是我们成为美国数字移民最关键的一步，申请一个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很多小伙伴可能会觉得我说错了，美国的个人税号不是 SSN 吗？是的， SSN 是美国的个人税号，但是它只是仅限于在美国工作生活的人，也就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包括持有绿卡的人才会有 SSN。 如果说我们没有去过美国，那么我们就可以去申请 ITN。 美国国税局对 ITN 的解释是专门为那些不是美国税务居民，但是又想在美国报税的人提供的个人税号。那么有了 ITN 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用途有2个。第一个用途是做美国的私人地址证明。首先我们要用美国的私人地址去申请 ITN， 等到我们的 ITN 申请成功之后，我们的私人地址就会收到一封来自美国国税局的信件。这个信件的话是可以作为我们的美国地址证明文件。地址证明文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申请信用卡，或者说申请其他一些服务的时候，经常会要求我们提供地址证明，而 ITN 就是最好的地址证明。
因为它是美国国税局这个在美国地位非常非常高的机构的官方文件，它的法律效力和真实度都是非常高的，是100%能够作为其他机构所接受的一个地址证明的。第二个用途是有了 ITN， 我们就可以去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和美国的信用卡。虽然说 ITN 的官方用途是用于报税，但是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为了方便那些刚到美国的人，他们来申请银行账户，所以说就自愿的接收这个美国国税局的文件来作为开户人的身份验证，所以这就给了我们一个便利，我们可以远程的用 ITN 去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可能很多小伙伴会觉得我不需要美国的银行账户和信用卡，其实申请银行账户和信用卡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是为了积累美国的信用记录。有了美国的信用记录之后，基本上就算是半个美国人了，也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数字移民啦。ITN 的申请方法和教程，大家可以看我的这个视频教程，或者直接联系我咨询。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美国的独立 IP， 因为我们人不在美国，所以说我们大部分的业务都要通过网络去进行。很多服务在登录他们的网站之前，他们都要审核这个登录的 IP。如果说访问的 IP 不是在美国的话，那么直接网站就会打不开，或者说没有办法去进行申请。说到美国 IP， 很多小伙伴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微拼或者机场，他们能够提供美国的 IP。但是我们要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场或者说 VPN 的美国 IP 并不是我们一个人在使用，所有购买了这个机场或者 VPN 服务的人都可以使用这个 IP， 所以说这个 IP 的质量是很差的。很多时候我们用这些 IP 去访问银行的网银是会被直接封控锁掉的，所以说一个独立的 IP 是非常重要的。独立也就意味着这个 IP 只有我一个人在使用，一般不会触发到风控体系。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说要做一个美国的数字移民，我们要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去达成我们的目标呢？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有一个美国的实体运营商的电话号码，这是我们进行下面所有业务的基础。其次，我们需要有一个美国的私人住宅地址。有了美国的私人住宅地址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和美国的金融机构打交道。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去申请一个美国的个人税号 ITN。 有了美国的个人税号之后，它其实是我们在美国虚拟生活的一个敲门砖。我们可以用 ITN 确认信来做地址证明，也可以用 ITN 来申请美国的银行账户，申请美国的信用卡，从而积累美国的信用记录。有了美国的信用记录之后，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算得上是一个美国的数字移民了。那么这4件美国数字移民的必备用品到底要怎么样去申请呢？首先，美国手机卡在国内的购物平台就可以买到，大家直接去购物平台搜索配购美国手机卡就可以了。当然我这边也有出售，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直接通过视频下面联系方式来找我购买。我这边的价格虽然不能说是最便宜的，但是我可以保证我这边能够提供一个全网最好的售后和服务。其次是美国的住宅地址，这个稍微复杂一点。首先大家可以按照我的视频教程在网上填写资料去申请，在我们填写完资料之后，会有一个美国邮政局1583表格需要公证，这个表格的公证是需要找美国的会计师的，公证加申请以及审核，整体的流程大概需要1周左右的时间。如果说大家需要美国会计师的资源，也可以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找我咨询。其次是需要申请 ITN 也是需要美国的会计师协助我们填写美国的税表，然后递送到国税局去进行审批的。国税局一般是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来审批，而私人地址的时间一般是1周左右就可以完成。我建议大家先申请美国的私人地址，然后再申请 ITN。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申请 ITN 的时候，美国的地址就可以填写我们申请的私人地址。这样我们 ITN 获批之后，我们的私人地址就能够收到美国国税局寄过来的实体信件，这个信件的话就可以用来作为美国地址的地址证明啦。有了美国手机卡、美国私人住宅地址 ITN 之后，我们还需要去准备美国上网的独立 IP， 大家可以直接按照我的这个教程来进行搭建。
有了独立 IP 之后，我们就可以去网申美国的银行账户、美国的信用卡。具体的操作，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这个播放列表。无论是免费申请还是付费代办，我这边都是有渠道介绍给大家的。如果说大家在观看我的视频过程中有任何疑问的话，欢迎大家通过视频下面的联系方式去找我咨询。以上就是我总结的如何成为一个美国数字移民的方法。通过我的方法，最快在3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成为一个美国的数字移民，可以办好美国的银行账户、信用卡，也可以开始积累美国的信用记录，为自己以后去美国工作和生活做好准备。如果不去美国，也能更方便的享受美国的大厂服务。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欢迎点赞分享这个视频，并且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帮助更多的小伙伴。那我们下期再见。